这便是你的底牌。那你这条命，老夫今日便带方言三人收了。小心！这是什么？萧逸仙，你不要命了！我会为你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帮我拦住他一会儿。其余的交给我。虽然不知道你实力为何突然暴涨，不过最多也只是5星斗宗而已。老夫早已是7星斗宗。是吗？将被我鲜血侵染过的寒气收回体内，你这7星斗宗未免也太吝啬了。雕虫小技！你这毒血对寻常强者可能会致命，不过对我来说可没什么作用。可恶，他竟强行将毒血逼出体外。只有2种异火的佛怒火莲，恐怕无法对付地魔老鬼。老师，是他借你的古灵鸾火了。斗破苍穹年番第82集视频已经更新了，地魔老鬼入侵，暴打萧炎，小医仙毒体爆发，而全新的4色火莲将横空出世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看看吧。1. 地魔老鬼入侵迦南学院。要知道，在菩提化体弦抢夺战中，魔岩谷可谓是损失惨重，不但丢了菩提化体弦，而且还被萧炎斩杀了魔岩谷3大长老，这可是不死不休的仇恨。同时，寒风执行魂殿的任务失败，但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，于是找到了魔岩谷的宗主，也就是地魔老鬼，一顿挑拨离间，就把地魔老鬼给忽悠的一起来迦南学院复仇了。地魔老鬼霸气出场，就是那个拄着木质拐杖，光着脚，中间拜顶，两边留有红色长发的中年男子，浑身都散发着阴险的气息。地魔老鬼带着魔岩谷的其他长老，
韩风在其旁边一起入侵迦南学院，一出手就扔下了一座飞船，地面尘土飞扬，学员慌忙逃命，可谓是相当的炸裂。见到萧炎之后，韩风又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目的是为了让的魔老鬼对付萧炎。毕竟韩风的心里很清楚，萧炎手中还有3色火莲这种超级底牌，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夺取菩提化体弦，如果不小心再次被火莲炸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功亏一篑。紫妍的实力很有限，萧炎让他不要参与争斗。随后小医仙率先出手就是一击带有剧毒的剑气破空，没想到这一招却被地魔老鬼轻松拦下，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，区区毒斗气还无法伤到地魔老鬼。接着小医仙发动第2波进攻，挥着宝剑长驱直入，结果却被地魔老鬼的冰盾拦截。地魔老鬼的实力果然非同小可，他竟能小范围的操控气候，轻轻的一口气就轻易化解了4品斗宗小医仙的猛烈攻击。不仅如此，冰冷的寒气竟然把小医仙的玉手冻住。其实地魔老鬼也不傻，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抢夺宝物灭杀萧炎，这让人不禁感叹，斗宗之间的星级差距竟然带来了如此悬殊的战力差距。2. 暴打萧炎。萧炎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直接挺身而出，与地魔老鬼大战。苏谦也是找上了韩风，2个人继续开打。萧炎只有区区斗皇的实力，自然不是的魔老鬼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地魔老鬼的血手拿捏。血手含有极寒之气，萧炎的一火刚好可以克制这种寒气。看到萧炎使出一火，地魔老鬼终于知道方言为何打不过萧炎，但地魔老鬼也不是萧炎一个人能够抗衡的，毕竟的魔老鬼是7星斗宗，是黑角域最顶端的强者，更是萧炎目前为止遭遇的最强敌人，比魂殿的铁护法与救护法还要强大。地魔老鬼直逼萧炎，单手就击穿了萧炎的心脏，好在萧炎速度不错，用分身替换了本体，这才免于被杀。萧炎大战的魔老鬼的时候，再也做不到以往那样能够轻松越级对敌了，即便他使出了天焰9行翼、翻海印，都不是地魔老鬼的对手。随后萧炎只能全力逃跑，地魔老鬼从虚空中凝聚的红色手掌压迫感极强，紧随不舍。在追上之后，地魔老鬼直接来了一个提膝，重伤了萧炎，让人看得相当的心疼。接着就是第2波战斗，为了给萧炎争取施展地印诀的时间，小医仙勇猛地与老鬼缠斗在一起，2位斗宗强者的对决激烈到撕裂了虚空，场面属实惊心动魄。斗技的碰撞，斗气的纷争，每一次的出招都是一次技术和实力的考验。小医仙的毒技更是为这场战斗增色不少，他冰冻的剑气、老鬼的寒气交织在一起，如同寒意袭来的风暴。其实小医仙的武器与美杜莎女王的武器差不多，都是一把长剑，只是美杜莎女王的长剑比较霸气，不仅样式宽大，还感觉厚重，但小医仙的长剑却是细小尖锐的，感觉更加的秀气与锋利，倒也符合小医仙现在温柔的气质。小医仙耍起长剑，动作十分流畅，简直是英姿飒爽。然而面对7品斗宗的地魔老鬼，小医仙虽然拼尽全力，但仍然处处受制，被老鬼的千幻冰玄刺打得伤痕累累，无力反击。可惜4星斗宗的实力太过弱鸡，小医仙根本不是地魔老鬼的对手。老东西一口气使出2个大招，小医仙根本无法招架。趁着小医仙挨打的时候，萧炎开始凝结翻海印，放大招翻海印又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小医仙即便是不敌，仍坚定地踢萧炎牵制的魔老鬼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可把小医仙给害惨了。地魔老鬼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招招狠辣，一个个冰锥，不是刺伤脖颈，就是刺伤腿部。可以说，小医仙受伤的镜头全都给了特色，着实让人心疼。但同时，小医仙受伤的时候，大白长腿实在是太抢镜头了，尤其是那短短的布料遮盖，若隐若现的，简直把性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且在战斗的过程中，小医仙的大白腿依旧有不少戏份，只能说动画太懂粉丝了。开山印自然无法伤到7星斗宗，唯有威力更强的翻海印还有机会。眼看小医仙要被地魔老鬼打死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卡点地终于完成了他的蓄力闪亮登场。萧炎蓄完大招，声势浩荡地发动翻海印，
尽管此印诀威力巨大，但因为萧炎目前只是4星斗皇，他暂时无法对已是7星斗宗的地魔老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一个闪身出现在小一仙面前，锁定地魔老鬼就是一击翻海印。不愧是超级斗技的印诀，这一掌的威力堪称恐怖如斯。自傲的地魔老鬼没有躲避，硬是顶着斗气接下了这一掌。地魔老鬼也没想到，这一掌竟然震得自己的右手鲜血直流。3. 小医仙毒体爆发。在萧炎大战的魔老鬼的时候，小医仙也没有闲着，看到他受伤，小医仙心中无比痛惜，也不讲什么武德了，直接与萧炎打配合，二人一同攻打的魔老鬼。即便是与小医仙联手，双方打的也是相当的狼狈。萧炎被吊打之后，小医仙便独自迎战的魔老鬼，但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多，小医仙只是4星斗宗而已，与地魔老鬼差了足足3个境界等级，所以小医仙也没能讨到什么好处。不过小医仙知道萧炎抢夺菩提化体弦是为了自己，所以小医仙动用了自己的究极底牌，那就是彻底爆发自己的恶男毒体，修为直接飙升到5星斗宗层次，毒气瞬间笼罩了老鬼。看着小医仙毒痕遍布全身，眼睛也有了纹路，更是凝聚了2条巨大紫色毒蛇，特效相当炸裂。4. 四色火莲出世。虽说恶男毒体爆发的小医仙依旧打不过地魔老鬼，但是却能够牵制住他，而萧炎也深知，若是不打败的魔老鬼，不但自己，就连迦南学院都危险了。于是萧炎不再保留，再次使出了自己的底牌，也就是佛怒火莲。他着实没有把握，于是萧炎准备拼一把，搓一个全新版本的毁灭火莲。这回加大了筹码，不再是陨落星岩谷灵冷火青连地心火融合的3色火莲，而是加入了魔岩谷的化身火，重新融合的4色火莲，威力巨大，更胜从前。凑成4种火焰，特效相当炸裂。毁灭火莲问世力量无比恐怖，以至于招来了隐世的千百二老出手干预。千百二老出手，地魔老鬼恐难逃一死，